2020年10月，三星李在镕专门去了一趟荷兰，目的非常明确，跟阿斯麦高层见面，敦促对方赶快交付三星订购的9台 EUV 光刻机，好让三星追赶台积电。3个月后，李在镕被起诉亲信门贿赂罪，当庭入狱。李在镕入狱前还魂牵梦绕的 EUV 光刻机是制造半导体的关键设备。一般来说， EUV 光刻机占整条半导体产线设备投资的 25%， 能够用光雕刻出更先进的芯片。台积电制程冠绝全球，离不开它拥有全球数量最多、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放眼全世界，只有阿斯麦能提供光刻机，以至于阿斯麦曾说，如果我们交不出光刻机，摩尔定律就会停止。不过，在追逐台积电这件事上，最积极和激进的还不是三星，当属昔日霸主英特尔。英特尔新 CEO 基辛格上任以来，宣布将在美国、欧洲投资超过1000亿美金兴建晶圆代工厂，又收购以色列高塔半导体。今年1月，英特尔甚至截胡台积电，成功抢购第一台阿斯麦最先 NA0.55 光刻机。更重量级的消息是，英特尔将开放授权 X86 架构，抢夺采取 ARM 架构的台积电客户。过去1年以来，英特尔动作频频，就是要把台积电挑下马，重夺半导体制造霸主地位。磨刀霍霍的英特尔这回打得动台积电吗？霸主的陨落，要回答打不打得过，首先得知道英特尔是怎么从山峰掉到山腰的。2014年，英特尔如日中天，生产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14纳米制程芯片。随着晶圆代工行业利润越来越高，英特尔开始加大晶圆代工业务的投入，在各大场合自诩晶体密度世界第一。但没风光多久，英特尔就被台积电加 AMD 联盟赶超。英特尔衰落的一切根源就在于其坚持多年的 IDM 模式。所谓 IDM， 是指半导体生产的3大核心环节：设计、制造和封测，全产业链自己一手包办的模式。这种模式优势是生产能力强，能够全方位执行自身战略；劣势是企业生产战线长，投资成本大。模式的劣势在英特尔内部的低打中摆式策略 TikTok 上显现了出来。这个规划按2年为周期，第1年 TIC 是对 CPU 制程工艺的更新，第2年在新制程基础上进行 TOC 架构升级。从公司部门来看，设计部门负责制程更新的设计与规划，技术与制造部门 TMG 负责让制程落地。一直到14纳米阶段，TikTok 的节奏都还算紧凑，但在此时 TMG 开始执着于提升芯片晶体的密度而非制程，于是出现了14纳米加、14纳米加加、14纳米加加加业界奇葩现象，10纳米量产却遥遥无期。好好的 TikTok 节奏，硬生生被整成了 TikTok。TMG 的卡壳也导致原本应过渡10纳米的各大业务产能被迫集体挤在14纳米，甚至逼得核心 CPU 产品部门对外公开喊话，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会准备好外包部分制造业务，使用别人的代工厂。结果就是忙于处理14纳米产能大堵车的 TMG 再也无余力研发10纳米和7纳米的制程工艺，英特尔的制程工艺进度从此落后。与此同时，台积电开创了晶圆代工模式 All-in 半导体3大核心中的制造环节，制程工艺开始超越英特尔。晶圆分工模式还拯救了英特尔的老对手 AMD。在整个 CPU 市场，原本 AMD 在2016年被英特尔打得只剩1/4市场份额。眼看台积电制程日益先进， AMD 果断放弃 IDM 模式，卖掉自家革新晶圆厂，投入台积电7纳米的怀抱。最终AMD 凭借台积电先进制程和市场性价比，在2021年的 CPU 市场回升到40%左右的市场份额。面对落后的局面，英特尔并没坐以待毙。2020年
英特尔时任 CEO 斯旺把技术部门分权改组，同时推动废除 IDM 模式，要把半导体制造环节交给台积电代工，但还没真正实施就被赶了下台。1年后，英特尔新任 CEO 基辛格上台，又是扩建产能，又是开放架构抢客户，矛头直指台积电。逆袭的底气。账面上看，英特尔作为纵横半导体50多年的老牌巨头，既有技术积累，又不乏资源优势。从制程工艺来说，大部分人印象中，制程纳米数越小，代表工艺越先进。殊不知，真正衡量芯片制程工艺的核心指标，其实应看逻辑晶体密度，只有密度越高，产品才越先进。即便英特尔在14纳米不断挤牙膏，拖到2019年才量产10纳米，而彼时台积电已经进入7纳米制程。但如果把两者的逻辑晶体密度单位 MTRMM 对比，英特尔100.8，台积电100，就会知道英特尔10纳米的技术水平与台积电7纳米相当。换句话说， TMG 当年做的也不完全是无用功，英特尔的技术水平在行业还是顶尖，完全有追赶台积电可能。资源方面，文章开头提到的开放 X86 是一步狠招。按照英特尔新成立的代工服务事业部 IFS 工程副总裁 Bob Brennan 的说法，这是英特尔史上第一次将 X86 软核和硬核授权给想要开发芯片的客户。简单说， X86 是如今 PC 市场绝对主流的芯片架构标准，相当于微软 Windows 系统在电脑的地位。全球只有英特尔、AMD 和台湾威盛拥有 X86 架构的授权。英特尔凭借这一架构，在所有 CPU 市场处于龙头的位置。如今，英特尔开放这张入场门票，当然是有条件的。客户想要获得授权，设计出芯片后，要找英特尔晶圆部门代工。消息一旦落地，势必会对使用 ARM 架构的台积电、三星订单带来影响。相比于内因，更利好英特尔逆袭的，还得是它的美国户口，这为英特尔带来双重特殊待遇。核心客户和关键设备。核心客户方面，美国政府在相关政策支持会给他带来更多本土客户，比如去年3月英特尔重回晶圆代工业务后，在7月就获得高通和亚马逊2大核心客户订单，形成典型的美国同盟吧。1个月后，政府直接把国防部快速保障微电子原型商业计划 RAMSI 第一阶段晶圆代工订单交给了英特尔为首的美国公司。关键设备方面，全球任何一家晶圆代工厂在半导体制造的关键设备上都不可能绕过美国。EUV 光刻机唯一供货商阿斯麦接受美国长臂管辖，刻蚀机则被美国拉姆应用材料把控，就连离子注入机也是美国维利安半导体的天下。以阿斯麦为例，美国政府当年因为担心尖端技术落入外国公司，极力反对日本尼康加入 EUV 技术联盟，而当时只是小厂商的荷兰阿斯麦不仅答应在美国建厂，还许下光刻机的美国零部件占比55%以上的承诺，才得以加入联盟。在资本层面，阿斯麦前3大股东都来自美国。从这个角度来看，英特尔能得到最强 EUV 光刻机的优先供货权，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相比之下，无论是台积电还是三星，与美国的关系就疏远了许多。台积电虽然是被美国扶持起来的盟友，但其1987年创办以来，台积电只在1996年到美国华盛顿州建设过180纳米制程的晶圆代工厂，直到2020年，在董王多次威逼利诱下，才拍板在亚利桑那州新建5纳米晶圆厂。早在2014年，英特尔70%的处理器和芯片组晶圆就已经产自美国晶圆厂时，至今在美国本土建有超过10座代工厂，这还没计算投资1000亿美金的超级工厂。去年6月，英特尔 CEO 基辛格似有所指的在美国政治媒体 Politico 刊文喊话，
美国应该重点扶植像英特尔一样的美国本土芯片厂商，而不是只在美国设厂的外国企业。至于三星就更不用多言了。如果说英特尔是亲儿子，台积电是干儿子，那么三星是直接的竞争对手。去年，美国要求台积电、三星等半导体企业交出自己的客户名单、销售、采购和库存等核心机密信息，美其名曰要让芯片供应链变得更透明。实际上，谁不听话就等着被制裁的意味明显。业界甚至认为，美国有可能把这些资料转交给英特尔。然而，在这些优势的加持下，英特尔的反超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板上钉钉，因为它还存在没解决的隐忧。英特尔的隐忧。英特尔新 CEO 基辛格上任，释放出各种禁机信号的同时，却也做了一件不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事情，把前任想摒弃的 IDM 模式又搬了回来。这个 IDM 2.0 计划虽然会把部分先进产能外包给第三方代工厂，但英特尔会加强技术和研发路线，继续在内部完成大部分产品的生产。这也意味着英特尔会坚持从设计、制造到封测3大环节的 IDM 模式。这样一来，英特尔面临了2大隐忧。一方面，过去 IDM 的制程迭代慢的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这个模式让它在全球的环境里四处为敌。制程迭代方面， IDM 意味着当它需要升级制程时，必须同步升级电路图。晶圆制造厂和封测厂依然可能出现过去部门之间合作不畅的问题。另外，从工序和成本上来看， IDM 的这种我全都要，势必要比台积电的专攻制造要高出很多。要知道，半导体迭代制程越先进，工艺难度越大，需要的核心设备也越贵。以半导制造的核心设备刻蚀机为例，20纳米工艺的步骤约1000道，刻蚀占55道工序。一旦进入7纳米工艺，全部工序提高到1500道，刻蚀也需要增加到150到5。据 IBS 数据，一条5万片每月产能的产线，在28纳米节点的设备投资额约39.5亿美金，而同样产能的7纳米产线则要花114.5亿美金。可以说， IDM 的模式决定了这些千亿发动全身的巨大成本都需要英特尔自己全部承担。对比之下，台积电只专注晶圆代工，不需要迭代设计和封测环节，资本优势巨大，能在制程领先的道路上更快狂奔。在2021年，台积电资本支出达到300亿美金，营收更高的英特尔只有179亿美金。总结来说，台积电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形成了先进制程技术，具备产品溢价，全把所有利润投入更先进制程工艺，继续保持制程领先的正循环。而坚持 IDM 模式的英特尔，在资本和技术的劣势下很难打得动台积电。另一方面， IDM 既做代工又做产品竞争的模式，让英特尔在行业四处为敌，别人很难放心把产品交给他。如果拉出英特尔这条多业务竞争战线，你会发现一个恐怖故事：英特尔在芯片领域有太多大佬级别的敌人。在 PC 领域， AMD 与英特尔缠斗20年。在 AI 芯片，虽然英特尔做极显，英伟达做独显，但同样是竞争对手。自动驾驶方面，英特尔则直接收了 Mobileye。FPGA 领域有赛灵思现已被 AMD 收购。晶圆代工有最强者台积电，台积电则完全是不同光景，它专门做晶圆制造，跟 AMD、英伟达、高通等10几家顶级半导体企业都是老朋友，利益不仅不冲突，还高度一致。台积电轻松地被这些全球顶级公司一起供养了起来。总之，台积电没有敌人，所有半导体公司都是他的客户，英特尔却相反，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是对手。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回巅峰，恐怕比提升制程还要困难数倍。整个半导体制造行业有一个独特的特点，严重依赖工程师人才。
本质上，一家晶圆代工企业的制程工艺实力，就是靠工程师的 know-how 积累而成的。美国现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人才情况如何？答案是不容乐观。1990年代，美国半导体企业进入了全球化垂直分工进程，尤其在台积电开创了晶圆分工模式后，以德州仪器、AMD 等一大批半导体巨头纷纷退出晶圆制造环节，半导体制造产业重心开始迁移到以韩国和台湾为代表的亚洲地区。外包的结果是专业工程师人才空心化。美国半导体制造空心化后，优秀的年轻人就业首选不是选择进入华尔街指点江山，就是到硅谷创业叱咤风云。一个经典例子是，台积电去年宣布，在美兴建亚利桑那州5纳米代工厂后，要空运300名工程师进驻才能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台积电在美国招聘数百工程师后，还要分批送到台湾回炉再造。从半导体制造人才断层这点来看，大陆和美国区别可能并不大。改开以来，由于对芯片产业的认识和重视不足，人们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下海经商、房地产、金融炒股上，而互联网虽属科技范畴，但重模式、轻技术、重应用、轻研发的特点，始终没有把此前的课补上来，直到华为被制裁。半导体晶圆制造是一个靠工程师堆出来的行业，但现实始终很骨感。美国的精英都在华尔街，大陆的人才全在陆家嘴，